男友车祸去世前签署过一份遗体捐赠协议，他的心脏换给了江燕。我费尽心思成为了他的情人，陪在他身边。每次等他睡着，我把耳朵贴在他胸口，就能听见熟悉的心跳。3年后，他的白月光回来了，可是他凭什么用那颗装满我的心去爱别人啊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跟了江燕整整3年，我俩的关系人尽皆知。江总昨天让我去订婚戒和场地呢。阮秘书，江总是要和你求婚了吧？我故作平静地摆了摆手，心里却开始有些期待。去办公室拿文件时，江燕喊住我：“安娜明天回国，我准备向她求婚了。”安娜，江燕的青梅竹马，这个名字大概有3年没听到过了。安娜，我喃喃重复。江燕一改往日的冷漠，她说起安娜时，黝黑深邃的眸子里透着光，把我明天的行程全部推掉。我要去机场接她。她第一次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跟我说话，却是为了别的女人。我飞快翻阅行程表，江总，明天上午的股东大会很重要，全部推掉。听不懂吗？江燕又变成往日淡漠疏离的样子，面无表情，并不是在跟我商议，而是命令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以为他生性冷漠，对谁都如此。原来有一个人能牵动他的心。为了安娜，他究竟会做到什么地步？在他心中，我又算什么？安娜小姐，我会派专车去接。明天的会议是商务部半年的心血，也是我的。没等我说完，江燕清冷的嗓音里压着一股怒意：“阮离，你越界了。”隔天，江燕没来公司，会议的事搞得我焦头烂额，一直加班到9点才回家。李李呀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有没有吃蛋糕？视频那头是爸爸妈妈温柔的面容，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是说不出的酸楚。怎么了？受委屈了？眼睛红红的，妈妈有些担心地问道。我摇摇头，刚想说些肉麻的话，大门传来砰砰砰的响声。爸妈，我有点事，先挂了。我朝视频那头急匆匆地挥手，门一打开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向我袭来，是江燕。她身上散发着清冷的松柏香，混合着酒气，让我也跟着晕乎乎的。喝酒了？不等我多问，男人的脸庞就压下来，他用力地攫取着我的呼吸，不容我有一丝反抗。这个吻像是在宣泄怒气。江燕一直如此，她的霸道、疯狂、热情，只会在无人知晓的夜晚展现出来。夜深，房间里一片凌乱。江燕呼吸绵长，她的睫毛盖在眼下，鼻梁高挺，轮廓分明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她果然还是来了。我忍不住伸出手，用指尖轻轻描摹着她的心脏。3年前，江燕第一次带我去参加高级宴会，我不会喝酒，抿了几口香槟就醉得不省人事。她亲自把我送回家，我不知道是酒后失了智，还是壮了胆，纠缠了她整整1夜。第2天清醒后，她先是留下一张卡，沉默地穿完衣服，又礼貌询问我以后还可以过来吗？鬼使神差下，我点了点头。这一来就来了3年。我贴近她炙热的胸膛，听她心脏一下又一下的跳动，无比满足。就在我准备入睡时，头顶却传来一句梦呓：“安娜，别离开我，我先去公司，你晚点到。”半梦半醒间，我听见江燕低沉的声音，轻抬眼尾，发现她已经换好衣服了。我起来给你煮点粥吧。江燕快速打好领带，不用，安娜在公司等我一起吃。说完，她急匆匆带上门，我一个人呆滞在床上，
直到助理的电话打来，我才回过神。到公司后，气氛明显有些不同。平日里看见我亲热问好的同事，今天眼神都有些奇怪。我出了电梯，也感觉背后不少人在小声议论。阮秘书。就在我准备推门进总裁室时，却被助理叫住。怎么了？那个江总和另一位小姐在办公室吃早餐。助理眼神飘忽，说得支支吾吾。我轻松一笑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受影响。江总吃早饭，我自然无权打扰。啊，阮秘书，你不是和江总？我将一沓资料递给他，好好工作。少八卦。原本稀稀疏疏的讨论声停了，门缝里的声音传出来。昨天接我的真的是我朋友，我也不知道他会来。燕哥哥别生气了，我饿了吗？你喂我吃这个。女孩的声音软软糯糯，撒起娇来更是嗲声嗲气。原本一言不发的江燕也开口道：那以后结婚了，要乖乖待在我身边。甜腻的话语又引起了办公室的讨论。江总有新欢了，阮秘书怎么办？什么新欢啊？听说阮秘书才是小三儿啊！他这么不要脸。下一秒，总裁室的门打开，江燕眉头微皱，谁有多余的话就进来说。她身后钻出来一个小女孩，个子不高，但是皮肤雪白。甜甜的长相与我完全不是一种风格。他与我对视后，眉眼弯弯地笑了。燕哥哥，这位就是阮秘书吗？我站起身，江燕的目光落到我身上，眼神里是无尽的陌生与冷漠，仿佛昨夜与我缠绵的人不是他。他的声线清冷，毫不在意的样子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阮秘书，进来一下。说完，我便跟着他们走进办公室。我站在桌前，安娜就像是一个粘人的小女友，稳稳当当坐在江燕的怀里。他们真是登对啊，任谁看了都忍不住送上祝福。我攥紧拳头，咬紧嘴唇，努力平复着心情。阮秘书，有些话我不希望传到安娜耳朵里。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无地自容。有些话指的是外头的传言吗？所以出来说话也不是替我着想，而是为了安娜。昨天来找我，也不过是误会安娜有别的男人吧。我看着她怀里的女孩，精致可爱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完全不是一种风格呀，连替身都算不上。好，我会解决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就想离开。安娜甜甜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燕哥哥，公司好好玩呀，我可以做你的秘书吗？像阮姐姐一样。我愣在原地。江燕会为了她赶我走吗？我就这样等着，等江燕的回答。好，你就坐在我旁边陪我。我松了口气，至少还能留在她身边。阮离，你先出去吧。令我煎熬的是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一直眼睁睁看着江燕和安娜同进同出。只要安娜在，江燕的眼神永远不会为我停留。那个女孩又可爱又充满活力，与她在一起时，连江燕都变得柔和了许多。阮离，进来。走进总裁办公室，安娜正坐在电脑前玩着游戏。江燕将一本合同砸向我。工作这么多年，还出这种简单的错误。我捡起来一看，这是前几天安娜找我要的工作。她说来了好几天都没事情，觉得无聊。我想着她在外留学多年，做份合同也不算难事，于是就交给了她。如今一看，不仅内容条款乱七八糟，连最基本的格式都有问题。我合上文件，修改完给您。我只想赶紧出去，在安娜面前被骂，让我无所适从。啊呀！安娜突然小声叫了出来：燕哥哥，这个合同，我之前想帮阮姐姐的忙，但是怎么都做不好，还是怪我太笨了。江燕将她揽在怀里：你做的这么厉害，
别怪阮姐姐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内心冷笑一声，一份合同罢了，倒成了他作秀的把戏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坐在这里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我强忍着情绪，冷静地走了出去。江燕的话一直在我耳边环绕，仿佛是在我撕裂的伤口上反复着撒盐。我冲进洗手间，用冷水洗脸，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。身边突然站了一个人，走进来的是安娜，她眼神还是那样柔和的甜美，但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丝不屑。阮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不知道燕哥哥会冲你发火，他对我从来都很温柔的。安娜的话说的没错，江燕对她确实是百般容忍，万般温柔。我没多说什么，就回到了工位。安娜似乎是有意给门留了个缝。燕哥哥，刚才看见阮姐姐好像不太开心，她开不开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江燕的声音里尽是厌烦。做不好就滚。对于江燕来说，我什么都不算。我还在收拾安娜留下的烂摊子。助理轻手轻脚走到旁边，阮姐，会议室人都到齐了，就差你一个。这是第一次会议没有经过我手。本周工作汇报结束，商务组组长小心翼翼地关闭演示，会议室的气氛压抑到令人害怕。江燕全沉黑脸，双臂交叉地坐着，似乎在闭目养神。我希望公司上下不要再有任何不恰当的传言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知道江燕指的是什么。尤其是部分人，拎清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别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这句话就差没有指名道姓了。江燕，散会后，江燕走在前面，我喊住她，她脚步一顿，沉默不语，就连转身看我一眼都觉得多余。是我高估了自己在她心里的位置。这件事为什么要特地开会说？我不甘心，因为想让我识趣离开，就要让我在公司丢尽了脸面。安娜在意了，她说完径直离开，消失在了走廊尽头。好啊，可是她凭什么用那颗心去爱别人？夜越来越深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。叮咚，许久未响的门铃有了声音。打开门，江燕站在那儿。江总，何事？我依靠着门问道。进去说。不方便吧，江总？要是被安娜小姐看见，恐怕又有误会。她一瞬间黑脸，拽着我的手走进屋内，不许让安娜知道。那江总何必又过来？下一秒，我的唇被他死死咬住，我奋力的挣扎，却在他的吻中逐渐瘫软。许久，他才松口。江燕眼底猩红地看着我，学会反抗了。这才对嘛。之前那副逆来顺受的模样真无聊。江燕的话像是一把匕首刺在我的心上。我推开他，请江总好自为之。他也不再强迫我，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。明晚老宅聚餐，你跟我回去。老宅？我不懂。明明江燕爱的是安娜，为什么要带我回去？安娜小姐比我更适合。她拿起我喝过的酒杯，浅浅抿了一口。安娜她应付不过来的，江燕竟如此爱她，害怕她受一点伤害。我强忍着委屈走到江燕面前，一把抢过她手中的酒杯，一口下肚，酒有些烈。江燕，我们结束了。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张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随便你。第二天，我将辞职信送到了江燕手里。她看到的一瞬间有些愣神。怎么，就因为让你去老宅？江燕的语气有些不满。我摇摇头，没必要做多余的解释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然而，她却一把拉住我，将我的手举过头顶，抵在了墙上。我不让你走，你就不许走。她深邃的眼神里是止不住的怒意，对上我视线的一瞬间，又如大雾般散开。
我挣扎着想要脱离，他却将我压得越来越紧。他不顾我反抗，头低得越来越近。燕哥哥，门口，安娜端着一盘子水果，呆愣地站着。仅仅是一瞬，她立刻松开我。你不想去就不去，没人逼你。她说完后，我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不一会儿，里面就传出争吵声。安娜抹着眼泪从跑了出来，梨花带雨的模样真让人心疼。阮姐姐，燕哥哥，我让给你。丢下这句话，她就跑了出去。办公室里指指点点的讨论声在我脑海里环绕。都给我闭嘴！江燕踢开门，怒吼一句，紧接着她就追了出去。我收拾东西，去了一家高级礼服馆。江燕的爷爷喜欢水蓝色，我便租了一件水蓝色细纱的礼服。穿上后，礼服管家在旁边夸个不停，但我心里知道，江燕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。江家老宅，阮小姐好。我下了车后，门口就有2排人在迎接。听见我来，江爷爷拄着拐杖走了过来。黎黎，你来啦，爷爷。我笑着回应。江爷爷看了看我左右，怎么，江燕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我挽住江爷爷的胳膊，他工作忙，晚点就到，我们先进去。江燕第一次带我回老家，不过是为了应付家里的催婚。他本来给我假定了一个身份，但是我却选择向江爷爷坦白。江爷爷不仅没有责怪我，还非常欣赏我的坦诚。那之后，老宅一有聚会，江燕就喊我一起，既是应付催婚，也是为了多陪陪江爷爷。哟，这不是阮小姐吗？坐在侧位的是江燕的姑妈。她对我一番打量，我就说江燕有新欢的传闻是假的，阮小姐可是好不容易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怎么会轻易放手呢？是啊，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，我看哥哥就是被这一番打扮迷倒了。说话的是江燕姑妈的女儿，他们俩一直在老宅混吃混喝。江爷爷咳嗽2声，不会说话就滚出去。我笑了笑，爷爷特地给您带了菊花茶，消消火，别为了无关紧要的人伤了身子。江爷爷接过茶，黎黎用心了。江燕姑妈冷哼一声，阮黎呀，你和小燕在一起3年了，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我抿了口茶，不急，我看是哥哥不愿意娶她吧，毕竟这种想攀高枝的女人，哥哥是看不上的。听着他俩你一言我一语，江爷爷的脸色铁青，但似乎他也想知道婚是怎么安排的，所以喝着茶也不说话。江燕在你们眼里是高枝儿，对我来说，也就是个容器。我放下手中的茶，看向江爷爷，爷爷，您说是吗？好了，你们俩给我滚出去。江燕姑妈和她女儿脸色涨红，被管家请出了会客厅，才觉得清静了一会儿。门口就传来动静，江少回来了。我扶着江爷爷慢慢走了过去。老宅门口，江燕身旁站着一位娇俏的小姑娘，披着一件深色大衣。安娜挽住她手臂，一步一步走进老宅，笑起来的模样水灵极了。簇拥的人纷纷散在两旁，最后把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江爷爷看着安娜，眉头拧得越来越紧。江燕，江爷爷呵斥道：“他是谁？”江燕抬头看向我，随后将安娜护在身后。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这句话听起来咄咄逼人。我苦笑一声：“江总无需误会，我今天来就是和江爷爷告别。”“告别？黎黎，你们？”江爷爷一脸不可置信：“这些年您待我不薄，只是我与江总身份悬殊。江爷爷，希望您今后身体健康，一切安好。”说完，我也该直接走人了。“你去哪？”江燕慌了，她习惯了我卑微的样子，没想过我真的会离开。我不愿再多言。一旁的安娜立刻小声道：“阮姐姐一向不喜欢我，
恐怕也是因为我才想走。呜呜！江燕的注意力一下子被他抓了去，他捧起安娜的脸，轻柔地给她擦泪。她要走就走，走了别想再回来。我内心冷笑一声，人江爷爷劝说挽留，我都不听，直接离开了江家老宅。林医生，这次我考虑清楚了，你的身体经不住折腾了，真的不要了。听着林医生的话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林医生叹着气安慰我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何必呢？江氏老宅里，江爷爷一脸铁青地看着江燕和安娜，安娜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对，紧张地拽了拽江燕。江燕刚想说些什么，手机里却传来一条短信：江总，阮小姐离开老宅后直接去了医院。文字下方附着一张照片，阮小姐她好像是打胎。江燕愣住了，她指尖发白，脸上闪过一丝惶恐。安娜推了推她：燕哥哥，怎么了？不等她反应，江燕直接大步跑出老宅，备车去医院。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很刺鼻，我躺在病床上，脸色煞白，摸着平坦的肚子，脑海里回荡着林医生那句：何必呢？是啊，3年了，我和江燕纠缠了整整3年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但我还是愿意留在他的身边。砰！大门被撞开，江燕全身散发着戾气，她像疯了一样。阮离，我平静地看着江燕，一如这么多年，怎么江总不陪安娜小姐了？他紧紧地拽着我的手腕，青筋暴起。孩子呢？我移开目光，强忍着难过。没了，没了。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凭什么打掉我的孩子？我沉默不语，死死地咬着下唇。他伸手将我从床上拖起，我只觉得下半身如撕裂一般疼，额头淌着细密的汗珠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，这也是我的孩子？他一字一句地质问我。呵，我扯出难看至极的笑容，声音沙哑：江总，你假惺惺装什么？我推开他的双手，我是有了你的孩子，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不怕安娜生气了？提起这个名字，他终于冷静了下来。你会为了孩子和安娜坦白，放弃她，还是愿意和我奉子成婚？我的追问他没有回应，只是怔怔地看着我。所以我替你想好了。我缓缓躺下。江燕，以后我们彻底没关系了。江燕看着我，捏紧了拳头。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女人。我疯？哈哈哈哈！我笑得越来越大声。我是疯了，我早疯了。3年前我就疯了。我的情绪愈加不稳定，加上动作太大，身下的床单阴出一片血迹。江燕见状，眼神一紧，她小心翼翼将我紧紧抱住。不闹了，离离。江燕的怀抱很温暖，她温热的气息总是混合着我最喜欢的松柏香。我把的耳朵贴在她炽热的胸膛前，猛烈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砸向我的灵魂。我娶你。头顶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。我娶你。阮离。他再次重复，怀抱却越来越紧。是我错了，我错了。3年前安娜离开，我一直很压抑，直到见你第一眼，我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说这话时，他的心跳明显加速了许多。和你在一起，我对不起安娜，所以我不敢正视对你的爱。我在剧烈如肋骨的心跳声中逐渐冷静下来。他说他娶我，可是最近我越来越不安。你说要离开我的时候，我烦躁不已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我怕失去你。离离，我好怕。他将脸埋进我的颈窝，温热湿润的唇轻轻落在我耳边。别离开我，好吗？见我没有任何反应，江燕也有些紧张，她拉开距离，直视我的眼睛。离离，安娜那边我会说清楚，你别走，别生我气了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黝黑深沉的眸子闪着光，似乎在等待着我的回复。
我抬起手触摸他的心房，心脏有力地跳动着。他也抬手盖在我手上，看着我带笑的眉眼，心跳欢快了许多。江燕，别用这颗心脏说爱我，你玷污了它。江燕的表情明显一怔，什么意思？我笑着甩开他的手。江燕，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女孩和男孩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两个人相依为命，感情好的就像亲兄妹。只不过孤儿院的日子并不好过，男孩一直保护着女孩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对年轻的夫妻来到孤儿院。他们性格温柔，看起来是很好的人，只不过按照规定，他们只能领养一个孩子，男孩吧。男孩好养活，女孩不好吗？女孩很可爱呀。这对夫妻犹豫又纠结。男孩抱着女孩问：小黎，你喜欢他们吗？女孩太久没有感受过家的温暖，看着这对有爱的夫妻，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。看到女孩的反应，男孩不经意擦了擦眼睛：那你和他们一起生活好不好呀？好。女孩奶声奶气，笑容也很甜。哥哥也一起。男孩摸了摸女孩的额头：乖，小黎先去，等小黎长大了，哥哥就去找你。说着，男孩将脖子上的项链解下来，塞到了女孩手里。那是一颗小小的珠子，看不出是什么材质。紧接着，男孩突然冲出去，拉着男人的手，狠狠地咬了一口：我才不跟你们走。一向温柔的男孩变得凶狠起来。这一幕着实把女孩吓到了，她大声哭了起来，瞬间吸引了女人的注意。老公，带女孩回去吧，乖一些。男人莫名其妙挨了一口，可看着都是无人管教的孩子，深深叹了口气。这一分别就是7年，女孩也长大了，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在她18岁这年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她身边。小黎。男孩就像是冬日的太阳，温暖又绵长。女孩一下子没有认出来，直到男孩走近，她才看清楚是孤儿院的哥哥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居然上了同一所大学。两个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交换着心事，也成为了彼此心尖尖上的人。女孩以为能和男孩一直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一场车祸却改变了一切。砰！马路那边，男孩手里拿着女孩爱吃的冰糖葫芦，开心地向她走来。可是，一辆突如其来的车撞向了男孩。啊！女孩看到眼前的一幕，吓得失声尖叫。她跌跌撞撞跑过去，一下子跪坐在男孩身边。女孩像疯了一般：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呀！男孩伸手抹去女孩的眼泪：不要哭，小黎。说着，鲜血止不住地从男孩的口中涌出。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求求你。女孩的眼泪糊了整张脸。知道我为什么取名字叫思礼吗？女孩哭着摇头。思礼，你再等一会，等一会。他拉着女孩的手放在心房。思礼，思礼，思念你。说到这里，阮离已经泣不成声。所以，当初捐助心脏的人是他。江燕空洞的眼神黯淡无光。他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医生诊断他活不过20岁。直到3年前的某一天，医院通知他有配型的心脏，可谁也没想到，这颗心脏居然是思礼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。林医生告诉我，他早就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。江燕哑然失笑。3年前，阮离，所以你早就知道这颗心脏是他的。江燕指着自己的心脏，眼底一片猩红。她极度发狂地看着我，接近我也只是因为他。思礼去世后，我把自己关了3个月，我没有办法接受失去他的事实。直到我得知思礼的心脏捐给了江燕，我就想要靠近他一点。每次听见江燕的心跳声，
我就感觉司礼并没有离开我，所以第一次的酒局，我装醉了。我将江燕留在家里，想着哪怕是做她的情人也好，只要那颗心脏陪伴着我。这样一来，就是整整3年。我对司礼的思念不减反增，尤其是看着江燕用那颗心脏去爱别人时，我总是止不住地想，如果司礼还在，他心里肯定只有我一个人。阮离，你告诉我，你爱过我吗？江燕抓住我的手，语气卑微又似恳求。我看着他那双通红的眼睛，平静地摇了摇头，从未。话音落，眼前的男人像是彻底死心了。下一秒，他拿起水果刀，深深扎进左心房。我挣扎着坐起身，想阻止他，可是刀子已经陷入他的胸膛，白衬衫一片血红。江燕站立不稳，倒在地上。我赶紧扶住他，不要死，不要死。他看着我，这颗心还给你。我拼命摇着头，原以为我是为了心脏才和他在一起，可是江燕倒下的一瞬间，我只觉得自己脚步不稳，头脑发晕，仿佛一切都要崩塌。时间像回到了3年前，我再一次眼睁睁看着所爱之人在我面前死去。阿燕，呜，不要！我大声喊着一声。江燕眼神已经开始涣散。黎黎，对不起，委屈你了，我爱你。江燕的葬礼上，我一身黑衣远远站着，等所有人都散去后，我才来到她的墓碑前，放了一朵白色玫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